欢迎收看 TBS 战情室，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今天加入我们讨论的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沈富雄沈大佬，台北市议员赵怡翔，资深媒体人黄伟汉，台北市议员游淑慧，桃园市议员林涛，民众党发言人吴怡萱。我们这个场大家都是不 hello 的哦，就是点头致意。赵先生，赵大哥都是点头，没有让大家。哇，可见你都没有看赵大哥。没有看中间，看精华。有没有打招呼的时间？哦，了解，赶快进入主题。我们先来看美选最新的消息。Okay, I want that too. I'm very hungry. 投票都倒数几个小时了，贺锦丽还有心情吃饭吗？原来这是一间波多黎各餐馆。贺锦丽最后要争取关键摇摆州宾州的拉丁票，把对手川普阵营的垃圾岛争议带来的红利吃干抹净。当然还有候选人必备技能按门铃拉票。不管是不是事先塞好的，贺锦丽一张票都不能少，因为宾州的胜负可能区只有几万票。We're ready to win. 贺锦丽倒数演说完全没有提到川普，刻意营造大和解。川普也选宾州最后冲刺，声音有点沙哑了。Kamala, you're fired. Get the hell out of here. You're fired. November 5th, 2024 will be Liberation Day in America.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Thank you, everybody. 川贺两人选前一日不约而同都有去宾州两个地方，一个是拉丁裔选民很多的小城市雷丁，另外一个是宾州第二大城匹兹堡。这里的民主党都会票不稳固，双方都认为是决胜关键。而选前之夜，川普就办在匹兹堡，贺锦丽则是坚守民主党的壁垒费城。So I'll be looking at the margins because it may give us insight into just how close this election will be. 投票结束之后，贺锦丽会回到华府母校霍华德大学看开票，川普则是回到大本营佛州迎接最终结果。决战时刻，究竟谁赢出这场大选的最后出炉呢？很多的民调在封关前的最后的预测哦，7大摇摆州，其实这个礼拜之内的民调变化非常的快。一个礼拜之前，几乎都是川普一面倒，在不管普遍的民调或者是各摇摆州都是领先的。但陆续在2天前开始，从 CNN 开始哦，尤其是像国会山庄报，这个是爱默生学院所做的调查，就一度呢开始产生了一个骨牌效应吗？是在做多，还是的确民意产生的变化，也就是贺锦丽逐渐的在领先当中，其中最被关注到是在爱荷华州这里哦，过去一直都是共和党的铁票区，难道这一次逆转了吗？在这个民调里头特别凸显爱荷华州，也让川普阵营抗议说这个地方根本不应该公布啊，他又气炸了。他说这种叫做刻意的操作，领先所谓川普的这个调查，其实在过去摇摆州古届的选举结果里头啊，其实非常的分歧。不过在2020年，拜登倒是大致上获得的胜利，就只有在北卡罗纳州这里获得了这个川普的胜利啊。但封关民调出炉之前，贺锦丽51百分比的领先，这个是另外一个民调 PBS 的调查，因为从 CNN 啊、ABC 啊等等的调查里头，《纽约时报》啊，贺锦丽在领先当中吗？而这个 PBS 的调查是领先最多的。所谓的全国的普查民调里头，封关认为这个51百分比的领先，跟川普的47个百分比，几乎是上一次拜登选举的重演而已。大佬，您怎么看？因为我知道您一直有做这个赌注。说要请大家吃饭是吗？这个就是研判预测了哈。是，我觉得贺锦丽被提名以后，其实一度这个来势汹汹，气势非常的强，但是后来走弱了。那川普一路上来，最后就非常的接近。那个时候哈，我觉得大家都觉得贺锦丽大概不行了。那我觉得这个底气开始，贺锦丽的底气开始上来，开始逐渐。就显得好像不一样。你看他的脸色，他的额头有光，他的团队就是脸色非常充满的自信。那反过来讲，你看川普开始这个脸，本来他就恶形恶状的，更加难看，而且他的团队开始就有一点就是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而且川普开始讲一些就是很难听的话。我觉得那个时候就开始转了。那当然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是 Iowa 这个传统共和党的农业州，自从奥巴马赢了以后，到今天其实民进党没有赢过。他现在用4%，
领先川普，这是很不容易的哦。所以我觉得贺锦丽的最后这个后劲很强。弹上来了，弹上来了。所以我向各位报告，也向全国的观众报告，向主持人报告，就是我是全台湾第一个，而且是唯一的一个判断贺锦丽会赢。那而且我公开呼吁，赶快上我的列车。那结果没有人上来，最后就很勉强的罗志祥上了。但是几天前罗志祥又偷偷的告诉我，他下车了。为什么？他没有信心。所以剩下我一个，你想我多 lonely 啊！你知道 ，I'm lonely tonight， 但是不会，这开票以后我就不会了。所以我是认为，如果我预测错误了，我不会懊恼的，我不会后悔的，因为作为一个及格的世界公民的话，猜错贺锦丽会赢，我觉得这是起码我应该付出的代价。这个没有什么不对，这个我就是一个好人嘛，一个好公民所应该坚持的原则。但是贺锦丽如果赢了呢？所以呢，我在上个礼拜五本节目跟上个礼拜天这个的节目2个节目里头，我都讲说这2个节目里头跟我同台的来宾啊，尤其是女来宾没有老公的，欢迎她把男朋友带来，我要请他们2个节目来宾合并。好好的请一顿，而且呢，我多爽，你知道吗？就是餐厅随他们选，几万块都没有关系啊！而且如果你要现场要这个现场直播，我也不反对。为什么我忽然间这么兴奋、这么高兴、这么慷慨？就是一个爽字，你知道吗？就是大家看不起贺锦丽，大家觉得贺锦丽非常的平凡。非常的平淡，讲不出一个好的政策，没有办法让美国的这个底层的人民从失望当中这个兴奋起来。你们小看了，我跟你讲，美国人民、全世界的人民看到川普那副嘴脸，就让他赢了。根本这个就不是人类所应该有的社会。人类所不应该有的社会选出这样的候选人吗？大佬已经这样认为了哦。最后几个礼拜大家都在讲谁是垃圾嘛，那开着垃圾车出来竞选。但是我是觉得美国人民啊，不管你是川普的粉或者中间选民，甚至有一部分的民主党的人啊，你们把它搞成今天的选举，或者是川普嚣张到这种程度，这个有关系的相关的人，通通是垃圾。这一点我倒是很佩服柯 P， 因为柯 P 都讲。这个垃圾不分蓝绿，你知道？好，所以美选大家是认为是史上最焦灼，也是互相仇恨值最高的一次啊。路上吵架的多啊，甚至担心选后会产生暴动冲突的人更多，所以有各种的评估了哦。如果万一2个人平手会怎么样？摇摆州会怎么个分布法？其中呢，如果万一真的平手，不管是邮寄现在已经7500万以上哦，或提前投票的选民到。当天开票出来的结果，如果平手的话，将会到明年1月哦，由新国会哦才会来投票选出正副总统。哇，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是另外一个史上新的纪录。因为这2个人不管谁当选，都可能会成一个新的纪录。因为包括女性，贺锦丽是第一次可能会当选成为女性总统吗？那川普，那接下来呢，他当然也有各种的这个大家的挑战啊，谁会赢？刚刚沈大佬已经他有他的预判跟预测，宜翔呢？我觉得是这样啦，就是说，确实，刚刚沈大佬提的是最近民调的一个趋势。可我其实这样认为了，就是说，现在的民调在美国已经没有像3、4周前如此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很多美国人已经投票，美国的投票人口其实有1亿6千万人现在差不多有8千万人已经投票完成了，也就是说，反映的是过往的民调。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民调明明都是一直5-5波，为什么川普胜算的机会比较高嘛？那很简单，我其实也提过，因为过去每一次川普选总统，他投票最终的结果都会比民调的预测更高，而且是差距蛮大的。包括希拉蕊2016年，原本大家认为希拉蕊大胜，一直到2020年原本以为拜登会大胜，结果后来算票算到过几天还在算票，为什么？因为差距很险胜但我讲一下，你可以明显的看到2位候选都累了。你知道，我都觉得我们台湾的选举超久的，选不完大家都觉得腻了、累了。就美国更久美国的总统选战可以打到1年半、2年以上。所以你包括看到川普，因为川普其实今天是11月5号是选举当天嘛，美国选举当天昨天的时候11月4号，川普总共跑了4场，从北卡摇摆州一直到宾州摇摆州，总共4场。他演讲有时候45分钟，有时候将近2个小时。
但可以看他的眼神其实相当的疲倦，而且讲出的话其实已经对于说他实际上面前的讯息可能有一些落差了。包括他曾经一度还说我不讲，我就讲我心中的话，我不讲这些预拟的稿子。好，所以川普确实这一块，但是你可以看到巧巧的，你看画面上川普后面就是都是女性支持者，拿的牌子是写 Women for Trump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川普现在最大的障碍就是女性的投票权，而且总共差距有超过10%以上。那为什么？主要就堕胎议题堕胎议题对于很多美国的女性，全世界女性都会被视为说这是身体自主权的一个议题。那因为川普过去任命的大法官去终结了过去美国的堕胎保障因此很多的女性投票反而现在都闹出这个所谓的家庭革命，因为可能是先生跟太太大家的政治选择不一样，所以美国现在还有一个运动说大家家庭要和乐，好不好？但我认为家庭和乐其中一个关键就是听老婆的但是回到讲第二件事情，我觉得川普现在的障碍就是这个拉丁美洲裔，因为拉丁美洲裔其实这一次选举大家不要误会过去支持民主党，这一次对于共和党的支持幅度是提升的，但是发生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前几天川普找了一位在选举造势场合的讲者，说到什么？说到美国一块属地 Puerto Rico， 他说这个是在海上漂浮的垃圾堆、垃圾岛、垃圾岛太可怕了。所以很多拉丁美洲裔的人认为非常非常不满，你怎么可以诋毁？怎么可以这样子羞辱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家乡所以因此呢，很多拉丁美洲裔的歌手等等原本支持川普，后来跑去支持贺锦丽了，所以这个都构成川普最后一时刻的重大挑战。但是我最后讲一下贺锦丽，贺锦丽也跑了3场活动，除了3场活动之外，他去敲门一个一个去敲，很多人开门吓到，是美国的副总统但关键是什么呢？现在对于民主党最重要的就是2个字，叫催票。因为催票来说，他现在你知道，年轻人比较会支持民主党，年轻人在现在邮寄投票只占7%而已。人口比来说占了大概2成，但是投票只有7%，所以如果民主党最后一刻没有办法把票催出来的话，我看最后的选举确实对民主党会是一个重大挑战。这次共和党倒是多了很多年轻选民，被认为是跟过去不一样的啦你看追问一个问题，因为昨天我们讨论很热烈，是这个我们的外交部正式讲了一个对于现在美国的选举 very very worry， 引起很多讨论。你 worry 吗？我当然会 worry 我觉得正常人都要 worry 为什么？美国的选举影响的不是美国人民影响的是全世界嘛。那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川普当选，我们晶片的产业要不要做足准备？我们的出口产业要不要做足准备？未来针对安全，对于说气候变迁等其他议题，我们是不是要做足准备？当然要。但贺锦丽也是一样贺锦丽当选对我们也是产生挑战我认为贺锦丽未来她优先工作不是外交，是内政，对不对？堕胎议题、这个通膨议题、移民议题，都是他着重的方向。所以，任何美国当选，我觉得我们国家本来就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昨天讨论的是说 “worry” 这个字到底适不适合外交辞令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换人做，到底谁会当这个新队长？大家都说真的是剉咧蛋其实，在美国国内的忧虑跟焦虑的情绪更是爆炸。那其中在赌盘的部分来观察，除了各种民调，赌盘的胜率这1个礼拜之内出现了快速的变化。川普从上一周大幅领先5%6%这样的比例，突然1个礼拜而已就掉到了50个百分比，而贺锦丽往上升。当然有很多各种分析啦，包括贺锦丽是不是往各共和党的选民来拉拢政策。或者是在川普的失言女性议题这些议题之外，还有其他的年轻选民是不是有所移动？基本上我们看到现在 ABC 最新的统整的民调，因为美国它没有做一个这个民调的限制你可以看到在11月5号美国时间的凌晨12点45分，看到在这个宾州跟内华达州现在是完全打平。那大家接过去讲说这个民主党在这个宾州能不能把这样子的胜利的拉开，这才是贺锦丽这一次选战最大的关键。可惜到最后一刻，宾州看起来还是非常焦灼。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这一次我们当然民进党跟国民党都不会押宝嘛，我们就
静待美国选举的结果。可是重点来了，如果川普这一次再当选的话，他是会距这个1885年开始，就是第22跟24任总统这克里夫兰之后呢，中间先当选，后面落选再当选的这个总统，所以这也是创造美国的历史记录。那另外一个贺锦丽当然是美国第一任的这个我们讲女性的总统，所以其实两边都在创造美国的历史，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分水岭。可是我必须要讲哦，因为现在的决战在宾州，大家都押宝。可是你看到昨天晚上的4个行程，其实这个对川普来讲只有2个行程在宾州，可是贺锦丽是4个行程都在宾州。他从匹兹堡，他从这个我们讲的菲利，他前面的这个博物馆，他还对这个我们讲到街道上来演讲，然后逐门的来敲门。这就是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讲，宾州是不可失的。如果这个民主党没有办法在这个宾州拿到这个结果的话，基本上是在这个选前会很严峻。那你看到昨天晚上在讲什么？川普还是在攻击拜登政府啊，还是在攻击他的移民政策啊，还是在讲关税的问题嘛？可是贺锦丽到最后这个阵营，他凸显的是什么？是如果川普当选的话，对美国的民主制度会造成很大的伤害，这是他的 argument。然后会觉得说，整个全球变得非常的不稳定性。可是我说真的，刚才浅秋姐不是上一段最后在讲说，我们的外交部的政务次长在讲说他很 worry 吗？你有什么好 worry 的？你 worry， 然后你就能改变美国的总统的选举的结果吗？不是，你不应该 worry， 你应该是做好准备。如果今天贺锦丽继续延续了，那他有没有政策会调整？如果是川普当选了，他在国防、经济、两岸会不会动作？这才是真正的关键嘛。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你看昨天这个某报纸的头版头是这个台积电设厂在 Arizona。人家台积电准备好了，你看他的这个量产，他对他量产，他是2020年5月是在川普的执政时期，他签约说要担任的。可是因为他现在盖好，随时可以开场典礼，可他现在还在看选举的结果啊，所以他把开场的典礼移到美国选举的结果之后，他不押宝的。第二个，他把第3，就是因为他是1、2、3场盖好。但是他原始的设定是要盖6个厂，所以4、5、6他基本上要卖这个 credit 给新任总统。如果今天是川普的话，你希望这个全球台湾的半导体到美国投资，那我继续啊，4、5、6我继续盖嘛，因为有过去的经验了。所以我看起来啊，台积电在全球的布局、整体的阵营的这样子的弹性，都比我国的政府准备还好一点。当然，台湾很多的专家在分析这2个人，不管是贺锦丽、川普当选，到底对台湾有哪些影响？其实我们先光看军售好了，理论上贺锦丽比较是延续拜登政策嘛。从过去拜登跟川普对台军售的数字先来看，拜登卖给台湾多少呢？4年总额大概台币2400亿台币。如果是大概在川普的时代。4年卖了多少？6700亿台币，差了3倍啦。例如最近刚刚被说首批的海马斯多管火箭已经抵台，各种的装配接装都在训练当中了。这个所谓的远程的精准火力到台湾来哦，也就是在川普任内卖的呀。那川普给了这样的远程的火力。费用比较高，那是台湾需要的吗？再来，这个海马斯之外呢，也有各种陆军的新的，就在拜登最后选前公布的，马上也有各种新的这个武器要卖到台湾来。但比较意外的消息是我们10月份才刚传出来，有一个训练当中准备去打靶的士兵，居然步枪没有拿好，枪托往下。撞击造成了自己的下颚中弹，最后不治吗？想不到今天又传出了陆军军团109军团呢，又出现了基地训练传枪响，这个不可思议耶！这个步枪在哪里开的？在厕所。谁会在厕所开枪？这个实在太奇怪了。那真相是怎么样呢？只知道这个枪在厕所里那么开。目前的说法是说，因为这个新兵呢捡到了一个靶场的一颗步枪子弹。怎么会随便满地捡子弹呢？捡到了之后，好奇带在身上，然后就装在步枪里带到厕所，然后就击发了。这是符合一般程序的吗？顾立雄当然说：“哎呦，实战训练的时候啦，带步枪没问题啊。但是呢，可能新兵只是捡空炮弹而已，没什么，有这么轻松吗？”伟汉，一连串的这个军中的这些误击事件也好，或是说这些怎么会有这边开枪那边开枪，表示军纪基本上不要讲到这个好螺丝钉掉，但是不够严谨，这个就是国防部长要去紧盯的，因为已经不是只有一起了。那大家在关注这个美选的同时，刚刚在讲因为非常紧绷，不知道谁会当选，可不管谁当选，我们台湾
就是还是必须依赖美国给我们相关的武器啦哈。那刚刚前又在讲的那个第17次的那个军售，那是防空飞弹，这是我们需要的，而且它防的比较小，它大概范围在50公里左右，所以其实在首都的戍守是有用的。就拜登第17次的军购，那大家在讲的就这2天一个话题就是，那我们跟美国买的海马斯的这个多管火箭炮，现在目前状况是怎么样？那海马斯的多管火箭炮，其实我们是买了29套哦，它是分2个阶段。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海马斯的多管火箭炮。好，那我们买的两次的这个交接的军火，其实本来就是今年底明年初。那观众朋友也可以看得出来，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的系统，它后面应该蛮清楚的嘛，哈，它可以装六发的火箭弹，这6发火箭弹可以达到大概42公里左右。可是如果你把这个系统更换呢，它同时可以发射1枚的 MGM-140的战术飞弹，它的射程有300公里。那射程有300公里，其实就已经比台湾海峡最近的地方180公里它更远了，也就等于有个反制的能力了。那我们总共买了29套，今年现在目前刚交11套，因为昨天有媒体报道说已经到了。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今天早上国防部长顾立雄在立法院被问的时候，他没有否认，他就说我们相关按照我们的时程节点在交接。那可能在哪个单位呢？可能在我们陆军的10军团的58炮指部，因为58炮指部里面有一个雷霆2000的多管火箭连，所以应该就是这个接装啦。那当然大家会去谈论那我们是不是需要用到海马斯多管火箭炮？因为原本它所装卸的这6枚火箭弹打了42公里，那42公里就表示已经陆战了啦，登陆了才需要。但同样的，它可以换一个系统，就换那个战术飞弹可以达到300公里，那就可能它的那个防禦效果又更好一点。不管怎么样啦，我们台湾现在目前需要的是雷达，是制海制空的能力。然后我们跟美国买这些军购，也不是为了要打仗，是希望能够在如果万一两岸情势紧张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这个所谓豪猪战术嘛。对岸是蟒蛇战术把我们困住，海空直接的封锁。但我们有没有可能尽可能不要发生战争？如果发生战争的时候，我们能不能把这一个就是海空的这些军舰跟这些军机能够不要过来到海峡中线靠近我们台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重点。淑慧会不会觉得离谱？因为才上个10月份才刚刚发生这个步兵的不幸意外。那现在当时我还记得巧芯质询的时候特别问顾立雄这个 SOP 是什么，当时答不太出来的。这一次就说没代志空炮弹，但这个程序对吗？我们的国军的训练到底有没有出问题？所以军方现在发生什么，我已经都不觉得离谱了我之前就讲过了如果大家民进党要我们对抗中保台有信心，首先要对我们对国军有信心对国军有信心，不是说你买了多少武器，花费了多少国防预算，我们的军纪，我们军队的训练，我们的军纪的这个军队训练的精良等等的如果常常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常常是非常荒谬的状况底下你叫我们对于说军队的信心到底在哪里刚刚前面讲到说拜登这个川普跟贺锦丽的这个大选里面好像从这个川普的2020到2024什么时候美国的选举的主轴也开始变成抗中保台？那抗中保台以后就点到就是台湾要买美国军售这件事情。过去美国的选举就美国的选举现在美国的选举就会扯到说两岸之间的问题，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抓了如果是川普当选的话，我们又要付出多少保护费，然后我们又要吞下多少美国的军售，然后我们的这个军队里面到底第一个能不能拿到这一些军售，第二个我们的这个国军是不是能够善用这一些军事武器，这些都是我们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当抗中保台成为就是不管是美国的选举的主轴或是台湾的主轴的时候，我都觉得变得很荒谬的一件事情那刚刚前面在讲到这个美国大选的事情我想要讲一下，就是刚刚前面说不管是国民党或民进党都不应该去押宝从上一次2020民进党押宝在川普身上，我就觉得一件事很好笑，不止不应该押宝，其实我们根本没有筹码去押宝，人家也看不上我们的筹码。那这一次我觉得比较害怕的是川普的当选因为他一直 cue 到台湾，然后一直 cue 到所谓保护费这件事情。那 cue 到保护费这件事情，我们就很担心的是，未来我们还要付出多少保护费？宜萱。其实我们刚刚一直都在说这个美国的大选观察观测，但是不要入戏太深。那现在看起来最重要的还是说，不管是贺锦丽还是川普当选，台湾到底准备好了没？包含如果贺锦丽当选，那台湾要怎么样延续台美之间的关系跟政策？但是如果川普当选，那我们台湾
究竟是不是要面对美国对台湾更多的要求？现在恐怕看起来是的，因为我们从近期川普的发言就可以知道，他对台湾的不管是关税，不管是台积电，还有包含相关的保护费的话题，你都可以知道，未来可能台湾要面对美国的要求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准备好了吗？再来就是，如果川普跟贺锦丽之间看起来现在全世界有一个趋势，就是大家在观察的时候就发现说有改变现状的这个想法，包含日本的选举，包含英国最近的这种大选，都可以看得出来有对于现状不满的改变，所以这也可能牵动了这一次在美国总统大选里面相关的观察。那刚刚大家都有提到说，包含是贺锦丽她在行的女性议题这件事情，其实川普我们最近看到他很积极的想要争取女性的这个支持，所以他讲出说我会保护女性。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就后面这一句话一讲出来之后，马上女生又冷掉。所以有的时候这个女性的议题是非常的敏感的，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到底是加分还是反而是扣分？恐怕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大家可以观察的地方。最后太太也出来帮忙说话了，就还要有没有办法拉回女性选票是个问号了。我们马上回来。